王健林这一后手留的妙啊！继卖之后，他杀了个回马枪，万达要回来了。就在2025年12月2日，一则不起眼的工商变更信息扔出了一枚反向炸弹：万达把1年多前卖掉的一座广场又给买回来了。这一卖一赎，看似简单，背后的信号却极其复杂。王健林这步回头棋到底藏着什么心思？那个曾经喊着定个小目标，先赚他1个亿的万达，真的缓过气来了吗？而这次上演回归戏码的主角是烟台之娟万达广场。这座2010年开业的广场，商业面积达24万平方米，是万达的第103座广场。你可能要问，万达卖了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先赎回这座账目？很能说明问题。根据报道，这座广场一年光是租金就能收大约1.2个亿，而且净租金回报率超过 6%， 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在目前商业地产普遍不太景气的环境下，这绝对算得上是一头优质的能持续产生现金流的现金奶牛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一个需要不断投钱养的孩子，而是一个已经长大能稳稳当当每年给家里交钱的壮劳力。这对曾经接盘的新华保险来说也不亏，持有这1年多，光租金分红就拿了约 1.5亿，算上资产本身的溢价，年化收益接近 10%。 在眼下投资环境里，这已经是一笔相当成功的买卖了。现在选择获利了结，把资金转向更稳妥的政府债券之类的资产，也是聪明的选择。所以这次赎回并非雪中送炭的救援，而更像是一次双向奔赴的商业决策。万达需要拿回能立即产生现金流的优质核心资产，险资则完成了阶段性投资目标，满意退场。而这次赎回能这么顺利，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在当初卖的时候就埋下的后手回购条款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当初万达把广场卖给保险公司等投资方时，很可能在合同里加了一条：兄弟，我急用钱，先把这下金蛋的母鸡卖给你，但你得答应我，未来某个时候只要我达到了约定的条件，我就可以按说好的价格再把鸡买回来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王健林提前准备好的一颗后悔药。烟台这座广场就是因为业绩好、回报高，成了第一个触发这个后悔药机制的。这揭示了万达卖战略中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断腕求生是真，但并未放弃核心家底。一些最优质的广场从一开始就可能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径。赎回动作之所以引发万达是否缓过来的猜测，是因为他需要钱。那么万达现在有钱了吗？咱们先看看王健林和万达这几年过得有多难，用断臂求生来形容都算轻，那简直就是一场持续的大撤退。卖酒店、卖金融牌照、卖电影股权，最核心的资产万达广场一座接一座的卖进。光是在今年5月就一口气打包卖掉了48座核心城市的广场，据说是为了换回大约500亿元救命钱。这还没完，那些我们熟悉的产业，比如万达电影的控股权、海外的文旅项目，还有200多家酒店，也都陆续摆上了货架。3年时间回笼的资金超过1000亿。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还债。万达前几年步子迈得太大，又碰上了对赌上市失败，资金链一下子绷得特别紧。到今年9月，光是大连万达集团这家母公司就被法院强制执行了10次，总金额超过52亿。王健林个人的财富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往下掉，1年时间缩水了820多亿，从富豪榜前10滑到了50名开外。而如今从公开债务来看，万达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截至2025年9月，万达的境内公开债券已全部清偿完毕，海外债也只剩下一笔2026年初到期的4亿美元债券。相比前几年生死一线的状态，这无疑是巨大的缓解。专家认为，这标志着万达的危机处理从保生存阶段进入了保质量的新阶段。但是说完全缓过来还为时尚早，几个沉重的现实依然摆在面前。一、整体负债依然庞大，截至2025年年中，万达的整体负债规模仍接近6000亿元，其核心平台万达商管的有息负债达1375亿元，其中1年内要还的短期债务就有约302亿元。而账上的货币资金仅约115亿元，资金缺口巨大。24G 官司缠身，股权冻结，万达及王健林本人仍深陷多起法律纠纷，被多家昔日合作伙伴追债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大连万达集团累计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0亿元，旗下公司有大量股权被冻结。3、财富大幅缩水，王健林家族的财富深刻反映了这场危机。根据2025新财富500创富榜，其财富1年内缩水超过820亿元，排名从第9位骤降至第51位。而在另一份2025年的胡润百富榜中，其财富估值更是大幅下降。因此赎回一座广场更像是在 ICU 里情况稳定后转入普通病房的第一次自主进食。
他证明了身体机能开始恢复，但离出院康复活蹦乱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次赎回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王健林为万达谋划的未来蓝图。万达的终极目标是彻底转型为轻资产的商业运营服务商，也就是说自己尽量少持有重资产，比如广场物业这些，而是输出品牌和管理，替别人管广场赚取服务费。这样既能规避巨大的资金压力和债务风险，又能凭借万达多年的运营经验持续赚钱。但在完全变轻之前，手里必须保留一些像烟台广场这样的压舱石和种子资产，他们能提供稳定的现金流，支撑公司日常运营。未来如果想通过更高级的金融工具融资，这些优质资产也是说服市场和投资者的最好筹码。所以未来的万达很可能是一种轻重结合的模式，一边继续出售非核心效益一般的资产，另一边则牢牢握住最核心的位于黄金地段的广场，从什么都有的大地主转变为手握金饭碗的超级管家。王健林赎回一座广场，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信息营销。他向市场传递的信号很清楚，万达还活着，并且开始反攻。但这出戏的结局远未注定。如果商业地产继续低迷，如果项目落地不及预期，万达可能面临更大的债务海啸。说到底，商业世界没有童话，卖80座广场是断臂求生，赎一座是战略试探。真正的翻身仗还得看王健林能不能在6000亿债务大山下找到那条真正的逃生通道。